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31号，星期二啊。我们今天讲健康码，健康码标题是健康码的潜质和及前景，影响每个中国人的手机软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软件的原因啊。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生活啊。好，我们从头开始讲。2020年2月11号，然后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码。健康码是从钉钉里面来的啊。钉钉的企业复工啊，当时是企业要复工，然后钉钉就推出一个这个健康码的申请平台啊，在健康码在钉钉的这个平台上面申请啊，然后呢，对每个人给3种码，绿码、红码、黄码3种码啊。3种码呢，绿码可以直接通行啊，红码集中隔离14天，黄码隔离7天以内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它这个码其实是动态的，它是根据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出行状态评估每个人的这个感染风险，然后给这个人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红码、绿码、黄码啊。那么对每个人进行一个处置啊。其实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政府啊，政府在后面对这个码进行把控啊。那么呢，这个市民通过支付宝然后等在线渠道自行在线申请，填写健康信息，14天内就可以通行，领取红码和黄码要隔离然后健康打卡有个健康打卡，满足条件之后呢，再转为绿码。所以大量的返岗复工的这个人在支付宝里面申请健康码，上线第一天申请的健康码就有1000万1000万。那么2月24号下午浙江省宣布截止12号当天24号12点，浙江已经累计发放健康码5047万张。发源杭州的这个健康码落地全国200个城市，覆盖地铁、社区、写字楼、医保支付、商场、超市、机场等10大场景。然后很多地方在扩大健康码的应用范围。杭州、温州健康码已经可以在线上看病买药然后浙江、四川、海南、重庆、上海、云南、山西、湖北实现全省覆盖那么支付宝还透露，随着复工复产的需求增加，健康码覆盖城市进一步扩大然后那么长三角、京津冀等地推进健康码互认，浙江、河南、山东、贵州实现了跨省互认，并逐步和广东、上海对接然后就是2月29号，国家政府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公众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还有微信小程序防疫信息码入口，拿这个健康码然后就3月4号江苏健康码上线意味着什么呢？江苏健康码上线呢，就意味着长三角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全部覆盖全部覆盖。那么3月5号腾讯坐不住了，腾讯也出来了，腾讯的健康码上线上线25天。腾讯也是2月中上线腾讯3月5号宣布，健康码上线25天，累计突破10亿次，覆盖人群8亿然后访问量43亿他说腾讯就说他们的健康码
覆盖的人群最多啊。当然很简单，腾讯有微信在那里啊，微信是腾讯的一个大杀器啊。腾讯出健康码，那当然它支付宝先出，但是腾讯在后面追啊。那么腾讯健康码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原理就是它是以实时的数据啊，实时的个人的数据，然后连接这个动态清单啊，动态清单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在刷这个健康码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数据就会跑回数据库和这个人对比，然后呢就把它的数据保留起来，然后当这个场景发生有一个人感染，然后这个人感染所发生过的所有的场景都会链接在这个地方经过的人流啊。它健康码所以它的申报信息或者是就是我们叫这个触发信息和后台的数据实时链接。所以就是说你拿到的健康码现在是绿色的，可能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其中有一个人确诊被感染，然后你的这个健康码可能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了红色的，因为你也在那个场景出现。那么你的健康风险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后台通过人流的实时管控评估每一个人感染的风险，然后对每一个人的感染风险进行评级，最后给出不同的风险提示。所谓的红、黄、绿都是不同的感染风险状态它是一个实时的状态。这个是个大数据，也是个 AI 也是个人工智能，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然后 AI 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当然还包括什么 5G 乱七八糟云数据云技术各种技术，它综合反映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健康码已经形成一套标准他们这个标准跟什么有关系？跟人流管控有关系，跟这个传染病学有关系，跟每个人的行为过程有关系它还实现了什么呢？它还实现了亲属绑定功能你的亲戚你的家庭全部都在这个数据链当中健康码应用已经覆盖了社区管理、企业、交通出行、学校医药、超市的各种场景然后在办公楼、商场、地铁、火车站、机场人流密集的地区进行了这个人流管控人流管控。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这是一个完美的场景，就是发生了疫情这是一个完美的场景完美的场景，应用场景。然后有一个不可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需要我们出行要管控这是一个不可拒绝的理由。然后加上什么？政府权力的加持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健康码就成为什么？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国民软件国民软件。这个软件将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商场里面会有监控录像监控录像防止别人偷东西然后呢小区呢也会装一些监控录像来进行安保进行安全保障。这个监控录像慢慢会变成了什么？最后变成了什么？政府把监控录像变成了覆盖全中国的监控网络，叫天网天网。那么投入数以千亿的人民币做这件事情，所以中国是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监控网络啊，这个网，然后再服务于什么？辅助于什么？辅助于大数据，辅助于这个人脸识别，辅助于什么？辅助于这个 AI 技术啊，辅助于这个云计算啊等等，把这些最先进的技术放到这个天网里面去啊，在机场、地铁，在这个码头，在火车站等等所有人流聚集的地方进行人流控制啊，人脸识别啊，人脸识别很厉害啊。曾经有一个路透社的记者想试一下，测试一下中国人脸识别这个监控系统到底有多厉害。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从海关一出来，就有人跟踪的啊。然后他就想测试一下这个监控系统到底有多厉害，然后他一出机场，他就跑，就使劲跑，看多长时间抓住他。其实他也没有犯罪啊，他就使劲跑，使劲跑是什么意思呢？叫我要脱离你的控制监控。你知道结果怎么样？7分钟，他只跑了7分钟就被公安摁住，就被公安。所以呢，监控的这个你会在7分钟之内被摁住啊。所以中国的监控系统举世无双啊。然后呢，纽约时报我这看的一个报道，我今天做这个题目，我看到纽约时报发现啊，一旦用户授权健康码的访问个人数据啊，他们拿这个分析这个软件啊，有一个叫向警方报告信息和地点的这个程序，就会把用户的位置、城市的名字和识别码发给服务器。这个软件没有向用户说明他和警方联系啊。根据新华社和一个官方社交软件的账户说，执法部门是这一个程序的开发合作伙伴，是开发这个程序的合作伙伴，肯定是警方的软件啊。那么它就什么意思呢？它意思就是说，健康码会向警方发送这个用户的个人信息啊，他的位置啊，他的城市名字啊和识别码等等发给警方，说有一个程序驻守在这个健康码里面。这是纽约时报说他发现这个软件里面有个这样的东西啊。老实讲，就算他没发现，鬼都知道会有个这样的东西在那里啊。而且他说还要用户授权，用户就算不授权也会有个这样的东西在里头，毫无疑问啊。但是当然，纽约时报做了一件西方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实证啊。我知道是一回事，我证明它存在是另外一回事。西方文明为什么会发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就是想象不算数，你得证明给你看啊。纽约时报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证明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刚才讲的，我能想象不作数，他这个才作数，他真的会向警方报告你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就算你不授权，他也会干这个动作，这是我的想象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想一下啊，发生疫情的时候，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国出现的最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戴口罩啊。戴口罩其实是给中国警察提出了一个挑战。大家刚才我记得嘛，我刚才讲中国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庞大、最强大的人脸识别系统，或者是监控系统、天网系统。天网系统除了摄像头，这是个利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人脸识别，就认出你是谁来。认出你是谁来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任何一个政府
他都想办法要把一个人从人群中抓出来。这件事情是政府最想追求的一个权利。当政府能够把人从一个人群中抓出来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上帝的权利。理解吗？我后面慢慢讲这件事情。所以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中国警方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原来可以在人群聚集的时候把人找出来，现在找不出来，因为他在戴口罩啊。后来说就算戴了口罩也能认出来，我不大相信，那是鬼话啊。所以呢，中国政府正找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大家都戴口罩，哇，怎么还能够把这个人抓出来？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留下数字痕迹。这数字痕迹，当然监控是一种数字痕迹啊。那么现在有了什么叫数字痕迹？就是健康码。当每一个人的健康码在任何一个出入的哨卡、关卡扫的时候，它就留下了数字痕迹数字痕迹。健康码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非图像识别的工具，但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监控工具。它和语音计算、大数据、5G、AI 等这些技术一融合之后，它就会成为什么？它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阶的个体控制系统。它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我们在这讲这个问题有点太这是个哲学问题或者是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很复杂的系统。人类社会有很多个系统人类社会有很多个系统，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三个要件三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要素要素。第二个要素要素可以包括是人，也可以是个群体，也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政府这要素就是你的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连接，就是怎么样要素之间发生怎样的连接关系，这是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第三个功能它实现什么样功能或者是目标你比如说部队、军队里面都是个体人很多人，他们连接是什么？连接通过什么连接？通过关接，通过指令通过命令进行连接它目标是什么？它功能是什么？打仗、暴力，实现暴力手段，通过暴力手段取得胜利，就是它的目标就是说每一个系统，它都由这三个这个要件构成那么连接会改变什么？连接会改变整个系统的形态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连接方式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些不同的形态你比如说原来是个奴隶原来一个奴隶就黑奴黑奴他跟农场主的关系，他的连接是什么？就是你属于我，或者我属于你，我是你的财产，这是一种连接当这个黑奴被解放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连接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再不发生这种从属关系，这是一种连接那么当这个连接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发生了变化。大家能理解这种事情吗？所以连接很重要连接很重要。那么所有的连接大家想一下你拿一个健康码出门出小区的时候，
小区的保安刷你的这个健康码的时候，实际上他在解决3个问题啊，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要去哪里？啊，这其实大家想一下，健康码实际上在回答这3个问题啊，这3个问题，这3个问题其实是人类一直面对的3个问题，我们叫天问啊，天问就这3个问题啊。那我回到刚才的问题啊，健康码会改变什么？健康码会改变，它健康码第一，它是实现了什么呢？实现了身份的认证系统，保证了一人一码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这个真实有效比身份证还要可靠。为什么？因为它是实时的。身份证现在大量的假身份证啊，中国的身份证系统其实已经它不是实时，它不能够实时的和真实的人进行链接，它只是一张卡。你把这个号码，如果这个号码是真实的话，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认证啊，你只能够说拿到这张卡的人可能是那个人，但也可能不是那个人啊，所以这里面但是健康码是实时认证，比身份证更可靠，非常可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过实名认证之后，所有的应用场景能够提供所有的场景处境啊，就是当你跑到某一个有健康码刷码的场景的时候，你的形态是会留下真实的可靠的数据痕迹，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把这些所有的数据拢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什么？动态认证、动态分析、实时监控啊，这三个动作之后，就让政府能够把人从民众中找出来，就是把个体从人群中找出来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改变啊。那么腾讯和阿里是中国目前最大的2家公司啊，他们有巨大的财力啊，有巨大的人力，有非常巨大的技术，有非常开发应用程序的经验，而且他们2者之间互相在竞争，讨好政府，开发越来越进取、越来越符合政府需要的应用啊。那么健康码，政府随心所欲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就是找到你，任何时候看到你，任何时候控制你，任何时候。这个结构，这个会解构民众个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啊。政府不再去面对一个群体啊，而是个体啊。政府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脱离了蒙昧状态，出现政府这种形态之后啊，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这样的场景下进行的啊，就是政府这边是政府，这边是民众，政府和民众互动啊，政府作为拥有最多资源的组织，民众作为拥有最多群体的组织，然后他们互相制约啊，各取所长，各取所短，互相博弈，互相竞争啊，民权和政权此消彼长，一个这样的关系，人类社会一直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啊。那么人类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是什么伦理？
就是政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它不能够欺负民众的个体。就是你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制定针对群体的政策，你不能制定针对某个体的政策。为什么？因为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权力，当他对付个体的时候，那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举一个诉讼啊，在一个诉讼啊，在所有的刑法当中都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就是同一个罪名，政府在对一个公民、对一个个体提起公诉的时候，同一个罪名你不能够告2次啊？为什么？因为政府拥有无限的资源，如果同一个罪名你可以不断的告下去的时候，这个个体会一辈子都在打官司。因为政府拥有的资源巨大，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伦理，就是政府不可以针对个体。当然，个体如果犯罪那是另外一件事啊，政府干那叫抓个体啊。那么政府如果用他的资源对付个体的时候，社会的伦理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类社会为什么要保护个人隐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政府你不能看到我所有的东西，你看到我的所有的东西，你对我就是个威胁。所以个体的隐私其实是个体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就是针对政府的一个保护壳。保护我自己，我不让你知道我在干什么，这就是个人隐私。为什么在西方，在全世界，个人隐私这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隐私其实是一个保护个体的一个方式啊。好，健康码会改变什么？健康码就会把个体从人群当中抓出来。为什么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实名制？电话要实名制，这个要实名制，那个要实名制，都是想办法把个体啊，比如说微信要实名制，这个微博要实名制，它都是要建立一个模式，就是把个体从人群中抓出来。把个体从人群中抓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面对你的个体。当个体要面对政府的时候，当政府可以面对个体的时候，政府是什么？政府就是上帝，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利。当然我讲的是中国政府啊，无限的权利、无限的资源和大把时间跟你玩。那么结果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健康码让中国人面对的一个处境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件什么事件？这就是一件违背人类社会伦理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违背人类社会伦理的事件，就是健康码建立了一个模型，让政府可以把个体从人群中抓出来啊。那么政府之前通过很多的方法都在尝试，包括天网就是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要人脸识别？就是要把人从人群中抓出来。天网就是这个目标啊，天网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它不那么完美，因为你有很多的局限，但是健康码可以做到这一点。这让我想起什么呢？这让我想起这个2018年11月25号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团队啊，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做了一个基因改造，利用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对双胞胎的胎胞进行了基因改造，尝试获得这个对艾滋病的免疫力。然后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
然后中国有过百名科学家联名反对啊，最后贺建奎被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以非法行医罪判处了3年徒刑，罚款300万啊。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所以就用非法行医来判他啊。这件事情的争议在哪里？这件事情的争议当然在于改变人类身体，改变人类的这个本质的权利是谁？属于上帝，人类自己有权利改变自己。这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人不可以充当上帝。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这个，全世界拥有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多了去了，但是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改只羊、改只鸡都有的是，人类早就掌握了改变基因的编辑基因的技术，但是全世界都没有发生改变人类基因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就在中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建立一个健康码这样的健康技术，这个技术老实讲，全世界很多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能做到，但是全世界都没有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中国发生了啊！中国发生了健康码什么呢？健康码就把政府变成了上帝，他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他面对个体，当他面对个体的时候，他就是上帝。这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健康码，它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它不仅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它会改变中国人的一切。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结论就是疫情一结束就要取消健康码，健康码不取消，中国人有大难。这就是我今天想做的主题啊！很多人讲，哎呀，这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已经知道了我那么多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隐私了，我没有什么犯罪行为，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我怕别人知道吗？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做亏心事这件事情，问题是你有没有做亏心事不是你定义的。要搞清楚啊！很多人认为我的隐私没关系，只要我不做坏事，我不怕被别人知道。你记住，在中国，你有没有做坏事这个定义不是你下的，是政府下的。如果他认为你做了坏事，你就做了坏事。当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的时候，你的隐私就是你的罪证。千万不要认为你的隐私，你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不是这样的。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这个逻辑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隐私是你的防护罩，是你保护自己个人权利的一个防护罩，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层防护罩，你跟婴儿没有区别，你会被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伤害你，想怎么摁你就怎么摁你。所以在中国还是需要普及这些知识啊，普及这些知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记住，隐私是什么？隐私是个人权利的一个防护罩啊。你别说，我不管有没有干坏事，我都需要隐私，这跟有没有干坏事没有关系，是跟我个人权利有关系。如果没有把这件事情搞明白，就搞不明白健康码会怎么样对付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定要了解，健康码将会是政府对付个体，我讲的不是中国人，是讲的中国的某一个人的一个利器。当他手上握有一个这样的权利的时候，所有人的权利将不复存在，所有个人权利将不复存在。
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每一个人都逃不掉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危险，最大的风险。你说啊，这个支付宝也可以做到啊，这个微信也可以做到啊，不是这样的。微信跟支付宝不一样，微信跟支付宝都是两家私人公司，都是在我上市，在海外上市的私人公司，他们有些动作还是有，他们做一些事情还是有顾忌的啊。他是要讲一些，比如说像《纽约时报》去找这个支付宝，说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支付宝还会打一些圆场啊，我们的这些数据都是回我们自己公司的数据库的，我们这数据不会跟政府共享，他还得说一番这样的话的啊。但是健康码就不同，健康码是公器，政府手上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一个公器是公共的公，器具的器，公器。中国政府手上还没有一个公器是能够变成国民软件啊。现在健康码就是个国民软件，而且它是个公器，它和公共平台已经连接，政府的公共平台连接在一起，它已经名正言顺的可以做我刚才讲他们想做的所有的事情。这就是危险所在。所以中国人，你们记住，你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要警惕，健康码必须消灭掉啊，必须消灭掉。我呼吁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出行的问题的话，把健康码卸载掉啊，这个很重要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那么例行公事啊，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这里提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大量的网友还是没有收到直播的通知，我们的直播需要所有的网友来参加啊，我们的直播才能保持我们原有的特色。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呢，大家有两个途径，第一个，不要等通知，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我们会定时直播啊，所以不需要等通知。北京时间的早晨9点、晚上11点2次直播时间，美东时间晚上早晨11点晚上9点这2次直播时间，大家对着表上来就可以，我们一定是准时直播，所以不需要等通知。第一个，第二个，在推特上关注我推特号的网友，可以直接我在直播前10到15分钟都会把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直接通过推特的入口进来啊，链接可以进来，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还是有很多网友通知告诉我他的订阅不见了啊。所以大家还是有空的时候经常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订阅还在不在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的掉粉，可是我发现我们的涨粉涨得很慢，涨粉涨得慢，估计是有些虽然涨粉了，但是其实有些人被洗粉了，所以涨粉涨得有点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仍然被这个 YouTube 平台采取各种方法来限制我们，包括很多网友的订阅网友没办法在他的订阅目录里面看到我们更新的节目等等，这些都在发生。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警惕定期来看我们更新，不要等通知就是定期到我们的频道首页来看我们的更新，我们每天更新2次，从来没有意外断过，所以大家不需要等通知，也不需要更新了才去看，好不好？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例行公事请大家不要聊天，然后就3个问题提问、情况、观点这3个好吗？
好，鸣谢一下。牛肉面，王老师加油，谢谢啊。Quarks 潘石，谢谢。少峰，谢谢。少 Jenny，OK。黄浦周乙，谢谢。请王老师喝茶。铁豌豆啊，谢谢。我原来有一个同事也叫铁豌豆。Derek 赵，谢谢。继续请王老师喝 Tim Hortons 啊 ，OK。Tim Hortons， 谢谢。好节目必须支持，点赞，加入直播，请王老师喝咖啡，推荐给朋友，谢谢你。戴二，谢谢，好久不见了，戴二。情况去温州出差，不敢坐火车，开了几小时的车，一路顺畅。商场人流不多不少，热门的地方像海底捞也要排队。OK。毅力坐标加州，早上起来看王老师直播，请王老师喝咖啡，感谢你。King Tim Lee， 谢谢 King Tim Lee 啊，你是我很重要的支持啊。Cecilia 孙，谢谢，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希望坚持下去。请王先生喝杯南洋咖啡，南洋咖啡不错的哦。越南咖啡很好喝啊。舒米，谢谢。舒米长，谢谢。王舍所为啊，真相传播加积极态度加坚持的毅力，早已远远超过我的期望。谢谢王舍。Bye， 舒米，谢谢啊。Blue Cat， 情况跟王老师想到一块儿了。今天跟同事说，如果深圳一旦实行健康码，就暂时回家办公。因为要是同车厢有人中，健康码变红就会强制隔离，一来每天自费350，还要强迫去条件很差的隔离点，真的可怕。这个东西给大家带来的威胁比安全大得多，非常正确。孙小乔，谢谢你。王老师辛苦了，请你喝一杯台湾乌龙茶。台湾乌龙茶也很好喝。为什么我喜欢喝这么多东西？我就是喜欢喝东西。Bella 如瑞，谢谢。三根铜，谢谢。KDK， 谢谢。Jessie Lee， 谢谢。七海英，谢谢。期待有生之年不用蹭梯子看先生的直播，但怕先生要失业了。我不会。如果真的有这一天，那我们就一起见面聊啊。Martin 赵，谢谢。由于时差，好不容易赶上一次直播，支持王先生。Joy 陈，王老师讲得太到点了，赞。曾明奇，谢谢王老师。曾明奇，谢谢你。我很早就看到你这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啊。好，观点，健康码又是一种变相的个人信息收集器，更利于中共对韭菜的管控。好，观点，上海让用随身码的时候，我和家人都很抗拒，本能上觉得这根本就是侵犯人权，但不办哪都去不了，简直不要脸。是的，观点，健康码比大家想象的更恐怖，以后谁不乖就给你红码或者黄码。中共之前的社会信用系统还只是限制你搭高铁与飞机，现在这个健康码直接禁止你搭大众交通工具和开车，等于剥夺你迁徙自由。情况我见过监控室的后台，在走动得到人脸边上直接标示身份证号码、名字、职业等信息，就是这样，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啊！情况戴口罩也能识别出来，春节乘高铁进站验身份证过人脸识别都不用摘口罩就识别过了，他们的技术力量都用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我知道啊，但是也不完全过关啊。观点到最后为了保自己的码没人出门，结果经济还是无法启动。观点，这个健康码跟纳粹在犹太人身上缝一个六角形没有什么区别，那个叫大卫星啊。
那叫大卫星啊，是犹太人的标志啊。观点：我们早已成了没穿衣服的裸人了。我在喀什看到树上50米一个摄像头。观点：前有看到浙江有用天网人脸分析抓罪犯，但是这个天网系统没有限制可以用来作恶。这叫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干正事干正事叫什么？连滚带爬，干坏事天衣无缝啊。情况：城市的叫天网系统，非城市的叫血量系统、血量工程啊。现在情况，现在的监控已经做到了步态识别。你以为光靠人脸？是的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情况：回国之后我都用现金，不过现在听说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把 ATM 撤掉了，因为扫码支付越来越多，现金越来越少。是的，现在没有人用现金，都是扫码支付啊。但那个也是很厉害的东西啊。观点：但凡共产党把给援助非洲的钱省下1亿美元买消防设备，每年消防员的牺牲能少多少？消防这件事情就太黑暗了啊！消防这件事情太黑暗了。我们找时间说吧啊。情况：健康码识别软件很可怕。我今天出去办事，打开一看，我的户口本、身份证、驾照、结婚证，连孩子的出生证都在里面，全部都在里面。观点：今年3月1号启动的 IPv6 根服务器就已经开始精准监控时代了。IPv6 地址理论上可以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每一颗沙子分配一个独立 IP。热烈祝贺区14亿人民、14亿平民喜得终身独立 IP 地址。卡片身份证将被淘汰，数字手机号码也可以淘汰。捆绑信息包含如下：指纹、电子轨迹、手机号码、健康信息、住址、购物记录、电子栏人物精准追踪。OK。观点：其实这种行为是会增大反对力量，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支持政府是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的触犯法规，尤其是中国这个全面管控的环境，恐惧会迅速转为怨恨。我不同意啊！为什么？当政府拥有了这个权利的时候，你怨恨也没有用了，你只能在心里而已啊，来不及了。情况：本人目前正在集中隔离，健康码变红了，不办健康码哪都去不了，小区都出不去。从飞机刚落地，在摆渡车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就来电话，吓人。观点：普通老百姓在被执法时，对健康码数据算法有任何知情权和质疑权。认为没有做亏心事就不怕的人，不是傻就是在带节奏。问题是，当你信息出现异常时候，谁为你证明清白？所以王先生说的对，个人隐私绝对是自我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是这样的。提问：特朗普上任以后就推翻了奥巴马时代的防疫策略，美国 CDC 大量削减在中国的人员和交流，加速与中国脱钩，是否是造成美国防御滞后的原因之一？我一点都不同意啊。那么美国防御滞后措施是你的一个假设前提，对不对？我们先讨论这个假设前提好吗？先把你假设前提说了。观点：评论里很多人说没那么严重，我觉着看看 CCP 一直以来的行径，现在加上大数据和5G 加持，对他们来说如虎添翼。王先生并非危言耸听， CCP 向来如此。政府要搞个人还需要理由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提问：王老师说说今天的人日扩大会议真的可能吗？我没有看到。有网友说，今天的人日，没有这个习近平啊，其实也有时间是过去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曝光率是下降了很多啊。我们上个节目也说过啊。那么现在海外自媒体，特别是 YouTube 上面，在推特跟 YouTube 上面，大家炒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炒得很热啊。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啊，目前现在外面所有正在传的这种各种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啊，我也没有去打探，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核实啊，证实或者证伪。以我所见啊，中共的政治啊，我们讲叫宫廷政治啊，宫廷政治跟美国政治不一样。美国的政治在哪里？美国的政治在媒体上啊，在媒体上，路人甲跟路人乙吵架啊，他们有政见不同，然后媒体就报道啊 ，A 说什么 ，B 说什么，然后他们进行辩论，最后投票，这个下台，这个上台。这就是西方的政治，西方政治在公共场合，中共的政治在宫廷内部啊，就是宫廷嘛，宫闱嘛，很多挡住看不见。那么有些消息会透出来，大家通过这个消息透出来的消息来分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有些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消息，有些消息是一不小心传出来的消息，各种消息都有。那么基本上大家内部放出来的消息啊，那内部放出来的消息是有意图的啊，就像大家看到的任志强也好，包括这几个主要的人啊，包括王岐山啊这些，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没有人咬王岐山了？发现没有？发现没有？啊，例行公事啊，有几个大 V 啊是持续咬王岐山的啊，王岐山、王沪宁这两个是持续被咬的，但是最近发现没有，最近王沪宁没人咬了。王沪宁现在呢，天天每次习近平出行都带着王沪宁，所以王沪宁现在没人咬了。你通过这个可以发现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哈，海外很多大 V，其实是他们是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是有连接的，是有很多连接的啊。所以这些版本之间是反映了内部权力斗争的某种形态。所以海外的这些大 V 传出来的东西是能够反映里面的，也可能是正好相反，可能就是真的，都有可能啊。所以我告诉大家这种形态，你看最近没人咬王岐山了，也没有人咬王沪宁了啊。那原因我觉得跟内部的没有建制上的条件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天天这个书记处书记天天跟着总书记到处走，书记处书记是组织这些会议的，他不组织是这个会是开不成的。所以你想一下，扩大会议能开吗？啊 ，OK， 还有一个我就是讲，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可能是正好是反着的，或者是他总是要达到某种政治意图，而这种政治意图我们会知道吗？一定不知道。如果让我们都能看出来，那这个政治意图就太不政治了，对吧？那就太故事性了。所以我就提供这些意见给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情况最近新闻一直在说粮食无忧，让我感觉1月份央视说的可防可控，大家都怕。粮食，反正我没有收到这方面的信息，也没有迹象表明粮食有没有忧啊。但是通常政府一说可防可控，比如说像之前这个招行突然把这个信用卡停了啊，
然后建行又说可防可控，现在这个农行又跑出来说可防可控，反正中共一说可防可控，这事儿都有点问题。所以我粮食一说可防可控，我觉得是不是后面又有问题？目前我没有去查这件事情，看这方面的资料啊。我看有机会我来看一看，好吗？我现在不知道啊，没办法评价。坐标广东佛山，今天政府发布会宣布以消费券形式发放1亿元给市民和游客，用于餐饮和景点消费，印证了王先生说的救济政策到了不得不推行的观点啊。但是消费券基本上是耍流氓。什么叫耍流氓？消费券其实是广东话叫挡三毫啊，就是让商家出的一个折扣而已啊，政府没有财政投入。提问王老师，推特上有人说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李克强和汪洋，但是没有维尼，加上有人要把维尼搞下来，任志强今天也有过生日的视频传出来，结合起来似乎有点征兆啊，我刚才解释过了啊。提问，请王先生，美元为什么是全球统一的结算货币？美元为什么？这跟二战有关系啊。当时二战打完之后，欧洲打烂了，对吧？亚洲就不用说了，亚洲本来就是烂的。那么这边美国在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恢复经济，这边通过日本去恢复亚洲的秩序啊，然后全世界都找美国开了个会啊，在会上要求美国说你是不是出来做一件事情啊，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缺乏一个交易的货币，贸易的货币，这是通用货币，因为我们之间如果大家用各自的货币，交易成本太高啊，我们需要一个通用货币啊，这个通用货币麻烦你能不能来做？你要做通用货币，你能占到一些好处，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乱发货币啊。那怎么办？你呢？你现在最有钱啊，那怎么办？那你就麻烦你呢，用黄金作为你的货币发行准备，然后我们全部用美元来结算，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美国说：“哎呀，那这个不好吧？”但是全世界他们说，大家一看，没有国家能够做这个任务，只能由你来。美国说：“行，那我就勉为其难。”所以美元一直是用黄金作为这个货币发行的准备啊，就是发行1美元就要买1美元的黄金放到它的这个地库里面去啊。大概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黄金美国最多的原因就是这么来的。后来经济发展了，美国发现黄金对他来说，黄金发行准备对他来说实在是会导致他的通缩，因为经济增长远比他存黄金来得快，货币需求非常的庞大，最后他宣布和黄金脱钩，那是后来的事情啊。整个的我讲过，就是整个全球的金融系统，为什么美国有决定权的原因，就是当时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的金融系统已经不存在啊。那么美国把它的金融系统延伸到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贸易服务，所以它就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所以没有美国，全世界也没有今天，就是这样的道理，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呢，我就要鸣谢一下啊。Danny 略，谢谢。Joey G， 谢谢。Polia Do， 谢谢。坐标南京，情况这几天去了常去的小餐馆，已经有2家日料开始转让。还在坚持的店主们为了尽可能省钱，没有顾客时就尽量不开灯，
一旦备料浪费，会非常心疼。市区为了方便管理，用铁丝栅栏把各区隔开，有些店的门口就这样被挡住了。这些餐厅都是私人房东，现在只能勉强撑到5一看情况。OK，JJZ 机智王先生 ，Stevenson 谢谢，阮光能谢谢。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大家。